我和妻子结婚15年了，她大我20岁，我们十分恩爱，而这份恩爱的根源正是信任。唯有3年前，我们曾爆发过一场信任危机。好看的精品短片悬疑恐怖小故事，一口气看到大结局，每天更新。喜欢评论区扣1，无聊扣2。温馨提醒您，正文开始了。那时由于工作提早结束，原定为期半个月的出差只需要1周，我可以提前回家与妻子团聚，并且为了给她惊喜，我没有事先告知她。然而从1周前离家的那刻起，我的内心就产生了不安的情绪。出差是一件玄妙的事，俗话说小别胜新婚，但如果在思念之下贸然提前回家，恐怕没有好的结果。怀揣着不安的心情，我回了家。天空又灰又沉，2条流浪狗懒洋洋地卧在院门口，显然托我那善良的妻子的福，刚吃饱喝足。我多瞥了一眼，2条狗就叫唤着跑了。院子里的花草刚浇过水，门户窗台没有落叶，信箱里的报纸都收回了家。妻子把屋外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像往常一样。那么屋内是否也像往常一样呢？在没有走进去之前，屋内发生什么都有可能。那一刻，时间变得又缓又长，我的脚步也不自觉沉重起来。等最终站定在家门口时，我已鼓起了最大的勇气。我敲了门，门内传来妻子的声音：“哪位？”“是我。”里面沉默下来。我将耳朵贴上门，听到了慌乱的脚步声。难以置信，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里，家里真的邀来了不速之客。大约1分钟后，动静小了，妻子打开门：“你怎么提早回来了？”妻子神情不安。我微笑道：“当然是给你惊喜啊。”妻子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换上可以称之为惊喜的表情。我展开双臂拥抱了她，其他什么也没有说。拥抱之间，我感到她嶙峋的肩背在颤抖，心跳也很急。她比我年长近20岁，举手投足已显出老态，但在我眼里，她仍然美丽，我非常爱她，因此我不打算追究。尽管我十分心痛，我知道我妻子曾是一位左右逢源于人际间的女强人，但她最终还是选择回归家庭，与我相爱。不管出现什么小插曲，我都是她最重要的人。我打定主意装聋作哑，直到我打开冰箱，冰箱里塞满各类食品，都是妻子为我做营养餐的原料。只有妻子买给我的进口牛奶少了1盒，有除我之外的人享用了它。妻子乳糖不耐受，所以这些牛奶都是给我的，并且因为价格昂贵，她也不会拿去招待客人，除非是她重视的人，重视程度大约同我一样。“你怎么了？”妻子见我异样，试探着问。她走到我身后，一同往冰箱里看，随后脸色就变了。我仍然什么也没有说，我只是站着，是一只刚出生就被遗弃的小狗。我给它喝了牛奶。妻子无措地解释道：“哎，这可不算个好的借口。虽然对流浪狗发善心，确实符合我妻子的人物形象。”杂物间的窄门紧闭，里面传来一声响动，似乎有谁碰到了什么东西。哦，看来这只刚出生的可怜小狗还在我们家。我走向杂物间，妻子惊呼一声，几步冲到我前面，展开手臂抠着墙拦在杂物间门口：“请你不要大开。”“当然。”我宽慰她。“亲爱的，想一想，面对一个两难困境时，最温柔妥当的解决办法。一方面我想打开门，把事情摊开了好好说；另一方面，我爱你，我想让我们的爱情和生活永葆纯粹。显然后者远胜过前者，这时我该怎么做？”妻子局促地看着我，面露不解。“我想你不明白怎样的办法是最温柔的办法。我可以先给你讲点别的，我自己的故事。我很小就认识你，那时候你已经是个功成名就的女企业家，不仅商界驰骋游刃有余，慈善公益事业也做得风生水起。我经常在报亭的杂志封面上看见你的身影，可惜那时我连杂志都买不起。生来穷困的我能做的只是学习，我崇敬你，以你为榜样努力学习，16岁就考上了重点大学。17岁那年，我在一家高级酒店兼职服务生勤工俭学，恰巧你正在酒店顶层参加酒会，我端着酒托从你身边走过，不小心弄脏了你的礼服。那时我和你才真正认识。你那么漂亮，自信又从容，我见了你紧张，又因为做了错事而害怕，你反而还来宽慰我。
你同我寒暄，问我平时喜欢玩什么，我回答你，我喜欢玩捉迷藏。这个细节你还记得吗？妻子如今年近60，记忆力也衰退了，她愣了一会儿，才点点头，记起来了。当时我还想，这小伙子看着也快成年了，怎么还玩捉迷藏这种儿童游戏？当时我是实在找不到其他可说的，才给了这个答案。捉迷藏是我10岁以前玩的游戏，其实我并不喜欢，甚至还害怕的。我真希望一辈子都不用再玩捉迷藏。为什么害怕？妻子一生富贵，她想象不了穷苦人的困境，因为每玩一次捉迷藏，就会少一个人。我故作轻松，我的原生家庭算上我，一共有6个小孩，家境十分窘迫，牛奶、羊奶都没见过几次。有一年赶上国家瘟疫，我的家乡是重灾区，小镇封锁了，出不去，街上没有人迹，从窗户往外看去，就是一个死气沉沉的空城。那时我还小，并不能切实感受到绝望和死亡，只觉得没法出去玩。我们6个小孩在家没事干，只好玩捉迷藏。那时我还是喜欢玩捉迷藏的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最小的妹妹病重了，我们其他几个围着她问妈妈，妹妹怎么样？妈妈一直说妹妹会好的。就这样过了几天，妈妈忽然说，你们好几天没玩捉迷藏了，来玩吧。她让我们几个先藏好，她去喊醒妹妹，再让妹妹去藏，然后妈妈来找我们。她把所有孩子都找到以后数了一遍，5个，少了1个。然后妈妈高兴地宣布，最小的妹妹赢了，我们谁都找不到她。后来姐姐也病了，妈妈再次要求我们玩捉迷藏，她把所有孩子找到后数了一遍，4个，又少了1个。妈妈宣布这次是姐姐赢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弟弟也赢了1次，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找到妹妹、姐姐和弟弟。现在我家只剩兄弟3个，旁人提起另外3个，我们都说他们很擅长捉迷藏，藏得太好了。但我真的无知无觉吗？小时候我不知道妈妈在我们藏好后做了什么，我只知道每次都会少1个人，我只听见妈妈在深夜里独自哭泣，我只看见一些表象的东西。表象是妈妈在哭，我想妈妈是在伤心，她输掉了游戏。表象是少了1个人，背后可能有很多原因，但我相信妈妈并接受她给的原因，即妹妹、姐姐和弟弟是捉迷藏能手，是藏到最好的人。再深入我不想说，我只能说这就是我妈妈的最温柔的办法。妻子听得入神，正在掉眼泪。她总是这么善于共情，从年轻时到现在都是如此。还会有第2个女强人拥有这副软心肠吗？现在也是如此。我适时拉回话题，正如当年捉迷藏，我躲好后不会探头去偷看妹妹、姐姐、弟弟是怎么藏的。如今我也不会打开杂物间的门，我会向我母亲学习，采取最温柔的办法，因为我非常爱你。说完，我找来工具箱，取出几套质量顶级的锁，接着说，因此你不用担心，我永远都不会打开这扇门。没有打开之前，里面关闭着无数种可能，可能是一只狗，也可能是其他什么。总之，我不会去一探究竟。你说那是狗，那就是狗，我永远相信你。说完，我将杂物间的门锁上了。为了我们之间纯粹的爱情，这个房间将从此关闭，从此放弃。它看起来像梗在爱情中间的一个结，实际是我爱它的见证。我会永远将这个房间高高供起。可是妻子却没有高兴起来，她说，不，你不能一直关着，他会活活饿死在里面的。他没有理解我的温柔，我非常伤心，但仍然柔声说，你想让我面对里边的结果吗？我不想。妻子啜泣起来，终于不再言语，这件事就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了。当天我带着妻子出国旅行，为我们的生活开启新阶段而庆祝。妻子伤心了1周左右，也就不伤心了，她仍然非常爱我。旅行半个月后回到家，上了锁的杂物间里已经传不出任何动静。既然已经死亡，妻子也不再要求开门了，但门缝里会飘出令人作呕的异味，这还是令人困扰的，不是吗？我打定主意，这个房间永远不会再打开，那么门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。于是我用水泥加厚墙体，将门连同整个杂物间砌进墙中。我选择无条件相信妻子，这是最温柔妥当的解决办法。可是没过多久，他就疯了。妻子变得尤其喜欢钥匙，见到钥匙就要抢，抓住了就不肯松手，嘴里还时常念念有词，说一些含糊不清、难以听懂的话。这场病蔓延多时，至今都没有起色。
于是，我不得不约见了一名三流作者，他自称听得懂我妻子在说什么，作为交换，他想听我和妻子的故事。我们约在咖啡馆见面。我到的时候，作者正在角落中逗弄店里的狗。我脚步顿了顿，走上前去。作者问：于先生，我邀请了你们夫妻俩，您怎么独自过来了？抱歉，我妻子上周又住进医院了，她经常情绪激动，在家休养诸多不便。一番寒暄后，我们将3年前的故事悉数告知了作者。听完之后，作者放下笔，若有所思道：与死亡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房屋里，这令人不寒而栗。您和您的太太都能接受吗？为了爱情，我不得不接受，我也问心无愧。我妻子应该也能接受，因为我已经把那部分砌成了墙，看起来和周围没有区别。虽然看起来没什么两样，但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。作者说，就像那个挖宝石的童话故事一样，2个人掘土挖宝石，挖到深处却看见了一具骸骨。他们迅速将土填上，在上面种了树，栽了花，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但是他们看着树，看着花，脑子里想的却是底下那具骸骨。虽然不太愿意承认，但确实就是这个感觉。我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那之后，我和妻子都没有再提那件事，仍然像往常一样相爱。但我每次打开冰箱，看见上层整齐码放的牛奶，都会想起这些牛奶曾经少了一会儿。我们不提那件事，但我们心知肚明，这是一种摸不出形貌的下戏，它将永远存在。时间会修补一部分，但永远不会补全。还有个问题，警方发现了吗？作者问。没有，怎么可能？话音刚落，我察觉到自己失言，抬眼正对上作者审视的目光。为了掩饰尴尬，我打着马虎眼看向别处，正看见咖啡馆里养的狗翘着尾巴从旁边经过，始终被我压抑着的暴力暗自作祟。我心里忽然异常烦躁，未及反应，我已经抬脚踹了那只狗。作者问，我曾经看到一些报道说你会残杀狗，确有此事吗？这和我们的话题没有关系。我不打算回答，我已经把我的事告诉你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好的，我们慢慢来。3年前发生了杂物间事件，您太太在事件发生1周后就接受了现实，你们达成了默契，谁都不再提。但是过了1年以后，您太太精神失常了。作者说，这不太寻常，原本已经接受了，怎么过了这么久，突然又无法接受了呢？我想了想说，如果2件事确实有关联，那大概是因为她年纪大了，反射弧也长，这个年纪喜欢拿旧事反刍，想得多了，精神就出问题了。他潜意识中仍然对我有愧，而我已经放下了。我总是对他说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我永远爱他。或许这在无形之中给了他压力，这只是我的推测。妻子究竟为什么精神失常，还得弄明白他失常时含糊不清说的话是什么。作者的思维很跳跃。后来您还经常出差吗？是的。我端起咖啡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杂物间事件发生以后，出差时我不再有不安的情绪，因为我相信他，我真的已经尽量放下了。作者问，你相信他，指的是相信他在杂物间里藏了奸夫，是吗？说什么呢？我变了脸色，把咖啡放下了，心中不免恼怒。我母亲的那个故事你没有听明白吗？你不明白什么是最温柔的办法吗？真相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什么真相，能传达爱的真相才是真正的真相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杂物间里是一只狗。这位作者靠写小说为生，可对情感的敏感度却如此之低，我感到很失望，看向他的眼神也带了些许怜悯。生活和狗血剧是不同的，生活中会因为有更重要的顾虑而不能快意恩仇。为什么你一定要从狗血的角度来理解我，而不换一种新的角度啊？这样吧，我从更学术的角度再给你解释一遍。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曾做过一个思想实验，他把一只猫关在放了毒药瓶子的密闭盒子里，毒药瓶子有可能碎，也有可能不碎。如果碎了，猫就会死；如果没碎，猫还是活着。只有打开盒子才知道究竟是死是活，而在没有打开盒子之前，猫处于死和活的叠加态。这时，薛定谔的女儿，假设他有个圣母星的女儿，突然跑出来，说他不想要猫死。你猜，深爱女儿的薛定谔还会不会打开盒子？不会了，因为只要盒子永远不打开，猫就永远能活着。是什么导致了不观测也能坍缩为唯一现实？是爱呀！
是伟大的爱的力量。作者。我继续说，只要杂物间的门永远不打开，里面就永远是狗。为了论证这最温柔的办法，我已经举了2个例子了。现在你还无法理解吗？亏你还是个作者，你这也太迟钝了。好了，请等一下。作者示意我暂停。恐怕你还没有意识到，你其实是我笔下的主人公。主人公？我满腹狐疑。作者把他手里的纸稿拿给我，我看清了他一开始写的那句话：少了一人，一面之词。是的，你是我创造的，因此没必要跟我整罗生门。当然，你一个人也无法组成罗生门，因为本次会面的当事人少了一个，你妻子。不过这件事的特殊之处在于，就算你的妻子到场了，她的陈述在你面前也是苍白无力的。在这种矛盾之下，只能由我从幕后走到台前，因为我知道事情的真相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什么真相？我几乎无法理解对面这个人。你大可以质疑我，3年前发生的事就是如此，我哪句话是错的？你说话非常妥当，讲的也确实是事实，只不过是强行蒙蔽真相后能产生误导作用的事实。医生听不懂你妻子精神失常后说的话，但一手促成这一切的作为丈夫的你，真的也听不懂吗？作者说，你的妻子在杂物间事件1周后接受了现实，正常生活1年后才精神失常。症状表现为时常抓挠内堵重新砌过的墙，总是把我要钥匙，我要开锁挂在嘴边，天天翻箱倒柜寻找各种钥匙。走在路上，只要看见他人手中的钥匙就会上去抢，抓住钥匙就不肯松手。因此治愈的关键点正在于此，他唯一的需求是打开那扇门。这里就有了蹊跷。首先要确认的是，你妻子知道杂物间里究竟是什么。假设是刚捡的奶狗，1周后接受他的死亡还属于正常。假设里面是人，一个人被活活饿死在杂物间里，这一点对于一个热爱慈善公益、善于共情的善良女人来说，是1周后就能坦然接受的吗？假设她确实坦然接受了，那么1年后，墙中的人或狗早已死亡，这时候再要求开门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意义自然不在于解救墙中的人或狗，而在于证明他自己。作为丈夫，你其实很了解他变成这样是因为什么。从一开始走进杂物间门时，你就听到了微弱的奶狗呜咽声。你明白妻子说的没错，他并没有如你所期望的那样对你不忠，但是门还没有打开，通往真相的路还没有走到底，你仍有机会。在这段忘年情中，你占了主导地位，因此少了一盒牛奶背后的原因具体是什么，取决于你的需要。你可以利用偶发的有利条件引致你想要的结局，而掌控全局的关键要素就是那扇门不能打开。巧的是，妻子当时的顾虑刚好能被你合理利用。从你妻子的角度看，如果当时允许你打开门，奶狗多半会被仇狗的你杀死，所以她像保护奸夫一样保护门里的狗。情急之下，她来不及多解释，你就给门上了锁，并且直接将她带离家旅行半个月。等你妻子终于明白你所谓最温柔的办法言下之意是什么的时候，你把杂物间整个砌进了墙中，把强加在她身上的本不该存在的耻辱柱严丝合缝的包装好后，高高供起，不留一点后路。你的妻子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是无力的，她给你辩解说里面是狗，你说我不开门，我相信你，里面是狗。相信背后的深意就这样在爱的力量下成了歪曲的事实。他不得不承受不属于他的耻辱和愧疚，而你之所以想要他纯粹的感情染上污点，是为了让自己的不忠可以滞后于他的不忠，让自己下一次和五小姐去马尔代夫出差时能心安理得且被动，让自己成年上妻多年，恩宠如今正值壮年，纳下大片家业，不免厌弃年老色衰的妻子时显得不那么狼心狗肺。为了让自己心安，你不仅自欺欺人，还不惜以折磨妻子的精神为代价。杂物间事件后的1年内，你频繁出差，妻子背负着强加的愧疚，甚至不敢过问你。可她明明纯粹的深爱着你，1年下来，她终于承受不住了。精神失常后，她常常崩溃大哭，不停地喊：“那里面是狗，里面真的是狗！”你不要说相信我，不要再说了，请把墙敲碎，请把门打开。现在我再请问一遍，你当真听不懂她精神失常时说的话吗？我看着作者没有说话，他继续说：“这是只有你和我知道的真相。看起来你并没有作恶，
你没有杀人，警察不会上门，你只不过杀了一条狗。但其实你在那扇永恒关闭的门中屠杀了妻子的人格，这是不可解的人格侵略，是最令我不寒而栗的恶意。那位善良的女富豪曾经那么自信美丽，只因爱上一条白眼狼狗而被如此折磨，我实在替她惋惜。还有当年那位温柔的母亲，她为了不让其他孩子被死亡的阴霾笼罩，采取了童趣的游戏，令病亡者自然退场。可惜一个好母亲养育出了自私的儿子，最温柔的做法转变为最不堪的做法，我也实在替他惋惜。说够了吗？我脑子里很乱，最终冷笑着反驳道：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吗？你在屠杀我的人格，你凭什么妄加揣测和指责？当然，如果是别人这么说，确实算是妄加揣测。然而我是作者，我知道你不会承认。如果从一开始你就愿意承认自己的不堪，也就不会耍手段折磨你的妻子了。这反而提醒了我另一个角度。作者说，你非常痛恨狗，那么你究竟是痛恨摇尾乞怜、倚仗人势的狗，还是痛恨讨好富人不择手段往上爬的自己？于先生，你究竟是无法面对妻子的爱，想通过此举让内心好受，还是单纯无法接受他竟然让一条狗享用和你同样的羊奶？我指着作者的鼻子，气得说不出话。你觉得你妻子看不起你，于是你要报复她。当年你就是那样一条被他大发善心捡回去的狗。时隔多年，你已借着东风功成名就，踏入上流社会，在他那儿，你却仍然与狗平起平坐，看低自己，同时有恃无恐，同时还想稳住虚假的人设，刻在骨头里原生的自卑自负人格，始终在以自欺的形式发挥作用。我警告你别说了，我的肺都快气炸了。人性是如此复杂，究竟是哪种原因，或是兼而有之，比重又如何，恐怕你自己也说不清。我写小说常常陷入瓶颈，因为我痛恨自己看不透人性。这世间有多少难以察觉的恶意，定不了罪，入不了刑，作恶做得天衣无缝，甚至让被害者都意识不到他到了这步境地是源于被迫害了。作者叹了一口气，如果你还尚存一丝治愈妻子的善念，而不仅仅是来试探我到底知道多少的话，请你把妻子接回家，敲碎那堵墙，打开上锁的房间，给他一个打破砂锅证明自己的机会。作者说完，无视愤怒的我，起身准备离开。刚走出一步，他又折返回来，最后再给你一句忠告：于先生，不要以为天下都是免费的午餐，除了幸运与真爱带来的财富，其他都是有成本的。故事结束了，再见，你是我笔下最讨厌的主角。说完，扬长而去。何荣庐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看我不打死你！我随手抄起一把餐刀追了上去。哎，这位客人，先别忙。刚追到门口，咖啡馆老板把我拽住了。你刚刚踢了我的狗，赔钱。被路人绊住了脚步，我只好眼睁睁看着作者跑得没了影。最开始我没把这穷酸的家伙放在眼里，没想到他写的东西没什么人看，讲话倒是刻薄得很。想我多年摸爬滚打，心眼儿算是比较多的，到了这家伙面前，竟然还是少了一个。